我帮你吹吹啊。好了吗？你们俩人干嘛呢？哎，那个盖医生，你帮他看看眼睛里边好像进东西了。你看看爷爷，你看没有啊。刚刚他说那个眼睛不舒服，那我想帮他吹一下。是吗？啊。哎呦，买了这么多好吃的，这是要干嘛呀？这个本来是这个是师兄为了犒劳我们，我以为今天手术嘛，大家站了6、7个小时。对。那我没去参加观摩，是不是没我的份儿啊？照理说是没有的，但是师兄不是那样的人，是吧？可以有。对。你们俩真没什么别的关系？没有啊，我们俩同事啊。同事啊。师兄，我跟你说，我们糖豆可是人见人爱的。人见人爱啊。我咋没看出来呢？不就是个大傻妞吗？师兄，你可不知道，我们糖豆是既温暖又善良，而且还很勇敢。温暖、善良、勇敢。呵呵。我说盖医生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啊？我拜托你，现在拼的是颜值，找女朋友呢，皮肤得白，V 字小脸儿，眼睛得大。还得有事业线，啊！那再看看咱们唐医生，脸那么大，眼大无神，鼻大吸尘，脸大瘆人，还是个飞机场。哎，但是总体来说，咱们唐医生还是不错的，大方得体。不做作，是吧，唐医生？接个电话啊。喂，是吗？行，那我马上过来。你们俩聊，那个我有点事儿，先走了啊。哎，你们俩真没什么吧？没有。哎呀，这我就放心了。间谍，怎么着？我刚答应唐爹爹要看着你，我当然得有始有终啊！哎，一会儿一起吃饭呗。谁要跟你吃饭呀？自己吃。哎，你怎么这样啊你？你等会儿我。小朋友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呀？你是哪个病房的？姐姐送你回去好不好？不好，我又不是你们的病人。那你是谁呀？你爸爸妈妈呢？小朋友，你看，这里是医院儿科，小孩是不能随便进来的。你能告诉姐姐你叫什么名字吗？妈妈说了，不能把自己的名字告诉陌生人。唐小佳，你是不是闲的呀？大家在里边待命，你跑出来闲聊？这孩子没人管。小朋友，谁带你来的呀？你爸爸妈妈呢？谁带你来的呀？不好意思，我是他妈妈。哦，宝贝儿，妈妈不是说让你在洗手间门口等我吗？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孩子，你爸爸是谁呀？我爸爸可厉害了，他是专门给生病的孩子做手术的。他叫楚子健，今天是他的生日。哦，唐医生，赶紧通知楚医生，就说他太太还有孩子来了。好，谢谢啊。
行了，咱走吧，啊，找爸爸去，慢点啊。阿姨再见。再见。初次见，初次见，干嘛？你干嘛？小好，别摔着了啊，慢点跑。小好，你就在这附近玩，不要跑远了，听见了没有？好的。小好知道你今天过生日，非要让我过来。啊。另外，我的确也有事要跟你说。不会是你考雅思的事儿吧？你都知道了。我看到你成绩单了，分儿怎么那么高啊？你都看到我成绩单了，你也没问问我。看来你对我的事情真的是一点儿都不关心啊。我是想问来着，但是一忙给忘了。怎么突然想起考雅思来了？考雅思的事情，我不是心血来潮，我都已经准备2年了。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不早告诉我？我有时间跟你说吗？哎，我确实太忙了，对不起。其实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，你没有做错呀。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医生，你能干，又上进，而且还有能力。你救了那么多的孩子，在他们眼里，你是一个大英雄。你是要走了吗？可能下个月吧。能给我个理由吗？你觉得需要理由吗？如果你硬要我说一个理由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厌倦了，我厌倦这种生活了。我觉得我已经不像我自己了，所以我要出国深造，重返社会。娟儿，其实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。你为这个家、为我、为孩子付出了很多。你为我、为了孩子，甚至放弃了工作。想当年你在你的领域那也是响当当的人物啊！但是，我还是想说，为了孩子，就一点挽回的余地都没有了吗？孩子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考虑好了。我跟我妈说了，她会找人过来帮忙的。可是谁能代替你呢？你是他妈妈呀。你还是他爸呢。
子健，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，我希望你能够体谅我。孩子的情况暂时还比较稳定，但是千万别感冒发烧，一定不能感染。既然比较稳定了，就把他送回病房吧。院长，我的病房已经满了。叶梅，那就还送回内科。好，内科的护士对他情况也比较了解，这样也便于护理。放心吧，老师。小雅，什么情况呀？那薇薇怎么又给咱们送回来了呀？哦，她刚一醒，然后就被送回加护病房了。现在额外的那些医生都在里面呢。不是这什么情况呀？本来就是外科的患儿，手术都做了，给咱们送回来了，还让不让咱们活了呀？小薇姐，现在不是儿外没有病房了，只能送到咱们这儿来。怎么着？你意思让那孩子睡大马路上去？不是，那护士长，那有个事儿我得跟您说一下，就是那加护，我可受不了了。我自己孩子住院这么多天，我一天都没照顾上。我想明天请2天假，天气好，孩子说让我带他去那海洋公园玩玩。你看。不准假！哎呀，护士长，哎呀，护士长，求求你了！小魏，你是咱们儿科的老人了，这加护病房是随便什么人就能守的吗？哎，总共就你跟小胖，别吃了还吃！护士长，就你们俩能守，你看他。你不守，他能守吗？啊，你意思让小娜、小云、小平，还是让这小雅去守去啊？那要不这样吧，我来守，你当护士长。护士长，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？我都答应孩子了，那回头那孩子该说我不守信用了呀。这，哎。行了，有什么不痛快你就说出来就行了，好吧？这样吧，改天呢，我替你守2天，你呢带你孩子去海洋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那太谢谢了。那我先干活去了啊。放手。放手。怎么了？看上盖艳艳了吧？啊什么？我发现你现在长本事了，敢当着我的面就跟别人示好。我什么时候跟别人示好了？别装傻。我知道你就喜欢那种大 V 脸、眼睛大、大长腿儿，你这不说的就盖艳艳吗？我不觉得我是在说盖艳艳。你不觉得呀？眼大无神，鼻大吸尘，脸大瘆人。哎，你这就是无理取闹了啊！我无理取闹？哎，来，你给我讲讲。
我们讲讲为什么那么早骗我结婚。这怎么能叫做骗呢？我是想早一点跟你在一起嘛。打住！有我的明天叫未来，没有我的明天叫将来。哼！骗！你还真采呢你？你去哪儿啊？是吧？那我跟你一起去。用不着。眼大无神，鼻大细沉，脸大渗入。佳佳，哎，你眼睛有神。什么来着？眼大无神，鼻大稀沉，脸大瘆人。我怎么这么有才呢？还挺押韵的。这个是贷款手续，您看一下。好。如果说没问题的话，您在上面签个字就可以了。好。请问贷款大概什么时候能下来？差不多10天左右。当然了，您如果手续齐全的话，可能会更快。10天左右应该差不多。申医生，您也是吴东然？对啊，您也是吴东人吗？啊，不是，我只是随口一问。行，那给你。那就麻烦你了，吴经理。申医生，现在不早了，我也不耽误您时间了。等到审核通过的话，我第一时间联系您，好吧？谢谢你啊，胡经理。再见。再见。以后就是负资产了。别放一百个心吧，出院条都开好了，我待会儿打给你。蕾蕾，蕾蕾，我女儿呢？啊，我女儿呢？怎么了？蕾蕾不是在睡觉吗？她刚才是在睡觉，我打个电话没人了，不见了。我刚刚在配药室也没太注意啊。对，金小雅呢？她肯定知道。小雅刚刚去查房去了。哎，小雅，快！金小雅，蕾蕾呢？蕾蕾，她不是在病房吗？你别给我装蒜啊！她肯定找你去了，她一有事准找你。我刚刚巡房的时候，她还在床上躺着呢。她刚才是在床上，她现在人不见了。怎么了？我不知道啊。哎，那蕾蕾妈，你别着急，你现在骂我们也没有用，我们一起帮你找孩子，你看行吗？找吧，走，蕾蕾。怎么样？找到没有？没有。我这也没有。没有，我去那边看看哈。这样，你东边楼梯口，好，你再去游乐场，你都赶紧的。怎么样？哎呦，去那边看看。
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卷发的小女孩？没有。蕾蕾，她到底去哪儿了呀？小雅，你别急，我们一定会找到的。走。走。有没有看到，大概这么高一个女孩，6岁左右啊？没有。怎么样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您别急，我再找找啊。蕾蕾，你去哪儿了？蕾蕾，我哪儿找遍了，哪儿都没有。蕾蕾妈，那边我也找过了，没有。金小雅，你到底跟我女儿说了什么？真的没跟她说什么呀。都是你搞的鬼啊！这都什么狗屁故事！这个混蛋！蕾蕾妈妈，现在咱们找蕾蕾最主要，等找到之后，你怎么打我骂我都行。蕾蕾，你怎么出来了呀？给我滚开！蕾蕾，这么晚了，你站在这儿干嘛呀？吓死妈妈了，吓死妈妈了！吓死妈妈了！哎，小申，老师，欣欣情况怎么样？哦，他现在情况基本上是稳定。坐下说。行。来坐。欣欣现在目前的情况基本上稳定下来了，虽然还有一些反复低烧的情况，但是白细胞已经恢复到了正常值，有一点水肿，不过不是特别严重。小申啊，最近一段时间，你为了欣欣的事情，我知道你很煎熬。毕竟你这么年轻，辛苦啊。我没事儿。其实啊，医学发展到今天，虽说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，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，实际上还有很大的局限性。病症本身是千奇百怪，在不同的人身上、不同的阶段，都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。哎呀，我说句难听点啊，咱们人类对于咱们自身的认识，还只停留在初级阶段。我们对太多的病症了解根本就不够，非常不够。我们每走一步都是试探。其实我曾经在这条路上也动摇过，我怀疑过自己是不是还是经验太少。不，小申，你不要怀疑自己，你绝对是一个优秀的医生。经验只是一方面，虽说一个医生决策正确率的高低，跟经验跟他的素养有非常大的关系，但是我认为有时候跟运气也有很大的关系。他就是再牛的医生，经验再丰富，也不可能保证永远都不出错，对吧？
因为医学问题大多时候是没有100%的。比方说，你当初判断欣欣的这节肠管坏死率仅仅只有1%，成功率是99%，1%比99%，坏死率比起成功率来说，应该是相当的低了吧？但是对不起，假如被你碰上了，你运气不好，那么这1%的坏死率对于孩子来说，那就是100%的失败，不是吗？所以我常常在想，假如医生跟病人都愿意承担这1%的风险的话，那么任何一个医生都愿意去保留那1米多的肠管，因为这毕竟关乎到孩子将来的健康。当时我做手术的时候，选择保留欣欣的肠管，其实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接下来呢，欣欣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治疗，我已经向医院申请了资助。也不用担心，咱们一定可以帮到他的。谢谢老师。放心吧。金小雅，蕾蕾妈，你到底跟我女儿说什么了？她现在连院都不想出。蕾蕾妈，我真的什么都没跟蕾蕾说过。你什么都没说？自从你给她讲的故事，她不吃药、不吃饭、不睡觉的，你到底给她换成什么迷魂汤了？蕾蕾妈，我觉得蕾蕾她不快乐。其实有时候孩子的情绪也会影响他的健康状况。您看，现在孩子们都已经休息了，咱们能不能换个地方再说？我不，就在这儿把话说清楚，让大伙儿听听你怎么鼓捣我女儿的。真的不是我，我之所以说蕾蕾她不快乐，是因为她自己跟我说，她说你不是她妈妈。我不是她妈妈，谁是她妈妈啊？她说她妈妈被老妖婆吃了，你就是那个老妖婆变的。但其实胡说八道，金小雅！我告诉你，再说我金小雅，我真打你干什么了你？你给我滚开！关你什么事？凭什么打他？我打的就是他，让他胡说八道。他利用休息时间陪着你女儿，你还打他？他活该！他说我女儿说我是老巫婆变的，我女儿怎么可能这么说？蕾蕾妈，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，我真的没有这样教过蕾蕾。我女儿从来没这么说过。蕾蕾也这么跟我说过，你自己去问你女儿去。好。你们趁人都欺负我是吧？好，我现在就去院长那儿告你们去，告不告随便你，但你现在必须向我同时道歉。门儿都没有。报警！哎呦，你还敢报警？你报一个给我试试！啊！哎，你干嘛报警？把手机给我捡起来，门儿都没有。哎，孩子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有话好好说，你怎么还动手啊你？都给我闭嘴！关你们什么事儿？滚一边去！麻烦帮我报警。我来替你报警。谁敢？谁敢？给我报个试试！怎么回事？这有家属闹事儿。走了一大圈，小好知道你今天过生日，非要让我带他过来。另外，我的确也有事要跟你说。可是精彩都只是一瞬间，转了几个弯，回头才发现，
每一段都有你的成全。其实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，你没有做错呀。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医生，你能干，又上进，而且还有能力。你救了那么多的孩子，在他们眼里，你是一个大英雄。虽然经过不同的草原，却在找寻同样的脸。离开你的每一天。你是要走了吗？可能下个月吧。能给我个理由吗？你觉得需要理由吗？如果你硬让我说一个理由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厌倦了，我厌倦这种生活了。我觉得我已经不像我自己了，所以我要出国深造，重返社会。哎，叶医生，哎，我正找你呢。蕾蕾情况怎么样了？本来退烧了，又烧起来了。你的人和我的人都被院办带走了。啊！来，干嘛去啊？打架去。打什么架？我闺蜜唐人家被人给打了。什么情况？她被患者家属给打了。站住！坐下来，这事跟你没有关系，上好你的班儿。你闺蜜谁啊？闭嘴！他们凭什么投诉我们？副院长，您可以下去问一问其他患儿家属，小雅为她女儿花了多长时间？现在情况就是这样，患儿家属把你们投诉了，而且确实是你们没有照顾好孩子，造成了2次感染。这还讲不讲理了？明明是他自己打电话没注意到孩子悠出去，怎么也关上我们了？患儿家属还反映你有打人的问题，你打了吗？副院长，我从来没打过人，是他们先动手打了小雅，小雅脸都肿了。我说我要报警，他就冲了上来，确实，我轻轻推了他一下。已经把你告到局里了。真是恶人先告状。那你想不想跟他们和解？怎么和解？向当事人赔礼道歉。我不和解。副院长，如果当医生一定要接受这样的羞辱的话，这个工作我不要也罢。佳佳，小丫头还挺倔。佳佳。走慢点儿。说你还想往哪儿走？你能不能认真听我说2句？这次你必须认错。我凭什么认错？你还在轮转期，他都投诉到卫生局去了，你难道真的想被开除吗？就算他今天把我开了，我也认了。哎，你不要再这么任性了，行不行？哎，你是我谁呀？我是你老公呀。你是我老公，你不问我有没有受伤？不是佳佳，你没事吧？佳佳，你没事吧？完了。我不是不问你，我看你跑过来这么快，说话这么大声，我不是以为你没有什么大事吗？什么叫没什么大事？非得头破血流吗？哎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
我只是觉得你真的不能因为你的任性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的人身安全、我的道德品格都比我的职业重要？不是唐雨佳，我怎么就跟你这样行不行？我私底下去找那位患儿的家属，我替你去向他道歉，可以吗？你凭什么替我道歉？我是你老公呀，我可以代替你呀。你代替不了我，本小姐不认了。哎，我的大小姐，你发什么脾气？你能不能冷静一点儿？我为你好。让我跟您说一下，这是3号床的，然后这个是4号床的，哦，还有这是5号床的，5号床他今天还没有做检查。怎么样？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，但是孩子的精神状况不是太好。我刚才听小娜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，我没想到这唐雨佳平时挺二的，关键时刻还挺仗义啊。好的。叶医生、护士长、院长请你们去开会。你密切关注蕾蕾的体温，有什么情况随时叫我。好的，叶老师。先回办公室吧。情况就是这样，我们被投诉了。你们都自己说说吧。护士长，一个是你的人，另一个是叶医生的。副院长，刚才我已经把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原本的说了一遍，很多患儿的家属都可以作证。金小雅在这件事情里面是受了委屈的，平白无故的挨了一个耳光。如果我们还要处分她的话，太不公平了，而且这样做一定会打击到我们儿科护士的工作积极性，这就是我的态度。叶医生，你呢？女英雄，站起来。呢？女英雄，站起来。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吗？不知道。大点声儿。不知道。那我来告诉你为什么。你们吵架的地方是什么位置？走廊。哪儿的走廊？在医院的走廊。你们深更半夜在医院的走廊吵架，害得很多患儿的家长围观，对吗？对，他们都可以给我们作证，是韩蕾蕾的妈妈无理取闹。他们都可以为你作证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们在吵架的时候，有可能那些患儿就被吵醒了，而患儿的家长都在看热闹呢。很多孩子年龄还很小，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叫什么名字。如果他们走失了怎么办？如果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带走了怎么办？如果在房间里发生了意外怎么办？你怎么向患儿的家属交代？我来告诉你，如果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情，应该怎么处理？首先，保证同事的安全，这样做是对的。其次，你不应该冲动，而是去报警。听明白了吗，唐雨佳？叶医生，副院长，依我看呢，唐医生毕竟刚来不久，这件事情呢也是有原因的，还是值得理解和原谅的。护士长，唐医生是我的人。副院长，我接受投诉，
作为带教的老师，我会去向患儿的家属道歉。同时，我也认为住院医唐雨佳在这件事情上处理不当，理当扣1分。散会。那我先走。唐雨佳这小姑娘挺倔的。其实医院就是一个锻炼人最好的地方。我当年带你的时候，也是这样吗？您自己都忘了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你是知道的，这第1年住院医的考核，每1分对他有多么重要。这不出半个月，这孩子这2分就被你给扣掉了。记得当年我轮转的时候，您也扣了我1分。您对我说的话，我还清清楚楚记得呢。我扣过你的分吗？唯一的1分啊。您跟我说，长记性比分数更重要。但是这件事本身，其实可大可小。但是对于唐雨佳来说，很有可能就被退回去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只能怪他运气太不好了。我会向院方争取的。现在就是怕捅到局里不好办。实在不行，我再去跟患儿的家属做做思想工作。你以为你就是省油的灯啊？还是我去吧。你好，齐医生。你好，你找我啊？啊，是呀。刚才我在走廊里听他们议论，昨天晚上唐医生到底怎么了？昨晚的事儿闹得挺严重的，听说唐医生有可能会被开除。什么？即便不被开除，也会被通报批评。我们都是住院医，如果被通报的话，一定会退回原校的。有这么严重吗？小雅，又不是你扣分，你哭什么呀？唐医生，对不起，这都怪我，你是因为我才被他们投诉的。这不是你的错，这是他们的错。可是我听他们说，这次好像不光会被扣分，还可能……知道，通报批评嘛，大不了回原校。你说的轻松，这要是被退回去的话，那你的档案上不就有污点了吗？嗨，什么污点啊？我又不是真的犯错。行了，别哭了，我得回去了。叶老师要知道我不在，又得骂我。没事啊。怎么样？处理结果？扣了1分。那还好。但是佳佳，我还是想要告诉你，以后你能不能不要再用这种冲动的方式去处理问题了？
那我们这些医护人员就必须要忍气吞声吗？就必须要处处受那些患儿家属刁难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希望，如果你将来再遇到这种情况，能用一种比较文明的方式去处理。文明的方式。如果今天换做你科室的人，或者是你本人，这件事你怎么处理？我们现在是在说你的问题，你不要往我身上扯。我的事就不是你的事儿吗？佳佳，我是真的不希望你被退回原校。退回原校也好，被开除也好，这一切后果我自己承担，这就是我唐雨家做事情的原则。哎，你好，麻烦给我来一杯香草拿铁，谢谢。好的。唐医生，谢谢。昨晚的事儿我已经听说了，不管处理结果怎么样，我都觉得你挺了不起的，真的。谢谢你，西西，还能跟我说这些话。其实，虽然大家嘴上不说，但是心里都有一杆秤。谁对谁错分得清清楚楚。我只是觉得叶老师那一分扣得太冤枉了。其实我确实做的也不对，特别的冲动。我应该为我的行为付出代价。说实话，我挺佩服你的。佩服我什么呀？我觉得我现在是世界上最蠢的朱元一。不是这样的，你很有勇气，从你为小雅打抱不平这件事上就能看得出来。说实话，如果换作是我可能做不到。西西，如果当天换作是你，你也会这么做，而且一定会比我处理得更好、更成熟。哎呀。咱们俩就不要再互相吹捧了。那就像上次电视台的那件事一样，我不就没有处理得很好吗？那件事确实我的态度也对你特别不好，对不起，琪琪。都过去那么久了，我们俩都忘了吧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心情也好多了。其实说实话，现在把我退回原校，没什么遗憾的。其实我挺羡慕你身上的那份洒脱的。欣欣妈，欣欣现在已经可以正常排便了。哎，那是不是就说明我们快好了呀？当然了，欣欣正常排便，这就说明她的肠胃已经开始正常运作。咱们现在可以给她吃一点像米汤之类的流食了。听到了吗？可以吃东西啦。而且今天欣欣的水肿情况也改善了不少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欣欣啊。你做的很棒，咱们再接再厉啊！哥哥夸你了。行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哎，那你先去忙吧。拜拜。哥哥再见，再见。师兄，我想跟你请个假。请假干什么？我想去看看雨佳。不行，你在这儿好好的把欣欣守着。师兄。行了，把欣欣照顾好，我还得重新给欣欣写治疗方案呢。哦。
蕾蕾，少看这样的书啊，对眼睛不好。来，妈妈把药吃了，乖啊。我不吃，我不吃。你要是再这样，妈妈真生气了，生气不带你去迪士尼乐园了。你不会带我去，你根本就不会带我去，你老是骗人。护士，护士。你们都是聋的吗？我叫了半天没有一个人应答，搞什么搞啊你们？莫名其妙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，你来的正好啊，我正要找你呢。小雅，怎么了？我女儿不肯吃药。你女儿不肯吃药，然后呢？然后你们就有义务照顾她吃药。您说的对，我们是有义务遵循医嘱，给她实行口服注射和其他治疗方案，但是我们不敢去。为什么？怕你打我们呢。小雅，6床病人等着你输液呢，赶紧的。你干嘛呢？你还想犯贱呢？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？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？这破书有什么好看的？这我要说你偏拿。我是你妈，我为什么不能拿？你不是我妈，你是老鸭婆变的，我妈被你吃了。这谁教你的啊？这谁教你的？我不是你妈，我是谁？怎么回事？你今天怎么回事？你是怎么回事？我爸带你。我他妈就不是你妈妈！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别吵了。你要想好了，他现在并不想见到你。你要是还继续待在这儿的话，情况只能越来越糟糕。她是我女儿，我能去哪儿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小娜姐，你不是我妈，我不想见到你了，你快走。蕾蕾，蕾蕾妈，现在蕾蕾情绪不稳定，如果您相信我的话，您就先出去透口气，让我先跟她聊聊。您还不放心是吗？那您自己来呀。小雅，别管了。我不想让你超越。蕾蕾，快坐下。来。蕾蕾，你可不可以告诉姐姐，你为什么跑出去了？你知道吗？妈妈找不到你呀，都急坏了。嘘，不许让妈妈听见。好，那你就悄悄地告诉姐姐，为什么呀？姐姐，帮我求求医生，请不要治好我的病。我愿意待在医院里，不怕打针，也不怕吃药，我就是不想跟妈妈回家。蕾蕾，你怎么能不愿意跟妈妈回家呢？妈妈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啊！我觉得她一点都不爱我。
这个交给王主任。哎，好。别打。蕾蕾啊，她6个月大的时候，我跟她爸就离婚了。这么些年，我就一直把她带在身边，我从来1分1秒都没有离开过她。我就是想把最好吃的、最好用的全部给她，让她过上最快乐的日子。可，其实每个单亲家庭都是这样的。你也不容易，既当爹又当妈。你也是怕因为自己的婚姻失败，亏待了孩子。你别小瞧了他，你看蕾蕾现在4岁了，她也有自己的主意了。你说你是把最好的东西都想给她，让她愉快，可是她自己觉得快乐了吗？其实孩子生病的时候，父母才是最好的医生。他身上的病，我们当医生的可以治，但是你跟他之间的心结，只有你自己才能解开。另外，我想跟你说一下唐雨家唐医生的事儿。妈妈，米汤真好喝，我能多喝点吗？再喝一口。星星妈，哎，行了，别再喂它了。哦，星星肠道刚好，现在还负荷不了太多的食物。您一定要记住，每天加一点，每天加一点，这样会比较安全。我记住了。嗯。明天再喝好不好？嗯，快啊！行，那你们注意休息，别感冒了啊。好嘞。哥哥先走了。你去忙吧，佘医生。申医生啊，你可真行啊！人家当医生最起码可以养家糊口，你怎么还往里赔啊？我说申杰，这孩子就这情况，我总不能让别人放弃治疗、出院等死啊！你呀，为了你的患者治病去贷款，我看你也病不轻。那能怎么样呢？我已经答应家属替他们承担治疗费用，但我就这么点工资，不去贷款，你让我喝西北风啊？钱我给你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我还没说呢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不可能。申鹤，你怎么还这么固执啊？你这个医生究竟要当到什么时候？老爸年纪已经大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能一直顶替你这个做儿子的角色呀。申杰，你怎么这么老套啊？现在提倡男女平等，女性一样可以撑起半边天。我相信你，你可以的。拿来。我还有一个条件啊。你真是遗传了老爸的基因，你们商人什么都谈条件，说吧。什么时候我能听到有人叫我一声大姑姐呀？这个简单啊，你想什么时候见面，我来安排。不是见面的问题，你都跟人结婚了，是不是给人一个正式的名分呀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不是我不给他名分，是他坚持要隐婚。当医生当成你这个穷酸样子，要我也隐婚。
拿着。老妈说了，传家之宝，传男不传女，给他儿媳妇的。帮我跟妈说声谢谢。什么时候约他出来见一面？行，你来定，我来安排。走了。这就走啦？也不叫声姐？珊姐。 你看，你看啊，你看，我们为了治他这病啊，全国各地我们都跑遍了，就为了给他治这个病。还有，他就这样，您看到没？啊，郑副院长，他这个吃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从小他就这样了，但是特别不明显。后来他上学以后呀。 他上学以后就更明显了，我后来都没办法了，我就往他手上抹那盐、抹辣椒、抹芥末我。但是后来我发现有一个问题，他考试越考不好，他啃的就越厉害。我后来呀，我就实在没办法，我就把他手给他捆在这儿，我看你还咬。 啊，这样，东东妈妈，你那个到护士长那儿去换一个本儿，这个本儿我不太，这本儿我不太好写啊。行，那个他，没事，你放在这儿吧，啊，不着急啊，你进去吧，啊，把它都装起来。哎。 你叫东东是不是？你告诉奶奶，你老啃这手，你的手疼不疼啊？啊？就是，我想也很疼，对吧？但没事儿，你别着急，这个呢不是病，只是一个特别小、特别小的一个不好的一个习惯。很多小朋友小的时候都有那些这样那样的。 不好的习惯，要不你问姐姐，你问她小时候有什么习惯？东东，姐姐跟你说啊，我小时候有个特别坏的毛病，我一到考试的时候我就特别紧张，一紧张我就尿床。啊，真的，姐姐这个坏毛病9岁的时候都还没有改过来呢。 9岁啊，可笑吧？都没修啊，是吧？那姐姐现在不是改好了吗？都能改。那你告诉奶奶，你想不想把你这个不好的习惯改掉啊？想。你这男子汉说话声音这么小啊，奶奶也听不见啊！你大点声，我看你能不能大声。想，奶奶，我想。你看多好啊！ 那跟姐姐握手。对呀，东东，姐姐都把秘密告诉你，我们交个朋友吧。哎，真乖，你看你的手多漂亮，以后不能咬了，知道吗？郑大夫，您是不是弄错了？ 或者说这儿是第一种定义啊？没事没事，你给我吧。这个也可以。您是找着治疗的方法了？哎呀，我们呢也是有一个治疗方案而已。这里面呢还需要其他医生配合。其实啊，很多时候孩子生病啊，家长是最好的医生。 其实呢，我们非常需要你的配合。我没太明白。我已经写在上面了，他的处方，
压力过大导致的焦虑而产生的行为异常。药方，妈妈每天的拥抱跟微笑。你算什么医生啊？你是专家吗？啊？你知道我们挂你这号等多长时间吗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你这号多少钱吗你？我们早上4点半就来了，排了那么多的人啊，最后你没说几句，没问我们几句就给我们开个这什么药方啊？压力过大，行为异常，我看你才压力过大，行为异常呢。走，我看，快点儿，你还咬你？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回家！我干什么呀？你听见了吗？我不跟我回家！不要！你不在这儿干什么呀你？不！你丢人现眼吗你？我不想回去。你为什么不想回去？你回去就让我学习，我不回去。你不应该学习吗？啊！我什么都不好，你就是不好，你哪儿都不好，给我回家！哎，我不！哎，孩子妈妈别动手！我告诉你啊，你看这么多人，你让我丢人是吗？啊！我跟你爸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就问问你啊！我跟他爸让他上奥数班，为了什么？为了我们自己呀！啊！他爸每天早晨6点都不睡觉，跟着他去学校。你首先要放松下来，你给他让他有一个放松的环境，这样他太紧张了。你们俩现在是恶性循环，孩子不知道怎么跟你交流，爱成压力了，我爱他成压力了。孩子妈妈，咱们先一点，先出去吧。我告诉你，咱俩没法。我告诉你，好了好了，你就是精神病，你就是。没事啊，没事没事。没事，没关系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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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奶奶在这儿，一会儿奶奶批评他啊，没事，你很好，你是很好的孩子，知道吗？你看，不哭了不哭了，来，来，坐在这跟奶奶说啊，来，你快来，坐奶奶腿上，不哭啊。妈妈是看你老吃手，妈妈着急，妈妈爱你，知道吗？那你爱妈妈吗？你爱妈妈，那你就赶紧把你这个毛病改掉。妈妈当然她也有毛病，奶奶也说她啊。你呢？妈妈是看你老吃手，妈妈着急。你以后不吃手了，妈妈不也就不着急了吗？是这个道理吧？那一会儿呢，奶奶把妈妈叫进来，你跟她，你慢慢走过去，你叫妈妈，你看着妈妈的眼睛，一定要看着妈妈的眼睛，跟妈妈拥抱，能做到吗？能。那你先抱抱奶奶，我看你抱得好不好？哎，真好真好，东东真好，东东是好孩子啊。那我现在叫他进来，好吧？不哭了，东东不哭了。哎，乖乖啊，乖。没事，不要紧，有奶奶在这儿呢。雨佳，雨佳，哎。看着妈妈的眼睛，啊，去吧。妈妈，对不起。妈妈错了，妈妈以后再也不焦虑，再也不嚷你了。于西，哎，来了，生日快乐！
搞错了吧？谁过生日啊？说真的，我挺佩服你的。关键时刻呢，能为同事挺身而出，高压下面不会低头，有骨气，有傲气。说的是我吗？这么好，还能有谁呀？也只能是你了。这花送我的？当然了。花我收了，但这不代表什么，你明白的。我明白。上班啦，拜拜。唐医生，蕾蕾妈，蕾蕾妈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一直在找你呢。哎，这个给。这是新手机，我赔给你的。昨天我不是把你手机给摔坏了吗？我今天啊，就是真心诚意来给你道个歉的。这我真不能收，蕾蕾妈。不行，蕾蕾妈，你说好了，真说好了。要是知道，肯定骂我了。可是你的手机是被我摔坏的呀。没事，我那手机修一修能用。你说说我这人嘛，这脾气一上来了就不分轻重的。昨天啊，让你受委屈了，真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别这样，蕾蕾妈，其实我做的也不好，我要可以冷静点儿，咱俩没那么大的矛盾。哎呦，听说因为这个，你被叶医生扣分了。啊，没事儿，没关系的。哎呦，你看看我，我这就去找叶医生，让他把那分还给你。哎，蕾蕾妈，您别去了，你太不了解叶医生了，要现在去，肯定火上浇油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就觉得我更加愧对于你了。那个，哎，蕾蕾妈，蕾蕾还好吧？不发烧了哈？好多了。怎么不进去陪她？他说他不需要我，他觉得我不够爱他。我真不是个好妈妈。其实小孩说话不用那么当真。可是我觉得他这次是发自真心的。蕾蕾妈，那我就多句嘴。其实我特别明白你，特别爱蕾蕾，也想把所有的时间都给蕾蕾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都给她最好的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可能这些不是蕾蕾想要的，她并不快乐。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蕾蕾妈，我能问您个私人问题吗？你问。还得是师兄出马，我吼了他半天都不让我换药啊！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们为什么不让你换药？因为我是住院医啊。小孩子怎么可能分辨得出来谁是住院医，谁是主治医？对呀，穿的衣服也都一样的，那是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信任你。那我该怎么能让他们信任我呢？你要是有时间，就多去陪一陪他们。耐心地倾听他们的倾诉，天凉的时候呢，给他们掖一掖被角。这些事情虽然看起来微不足道，但是会让他们觉得很贴心、很温暖。
这样他们就会积极地配合你工作。记住了，良好的沟通是信任的开始，一切都取决于你的态度，懂了吗？懂了。你可以下班了。哎，师兄，下班一起吃饭啊？不是。跟女朋友约会啊？盖医生，是不是和女朋友去约会，这属于我的个人隐私，我可以不告诉你吗？当然可以，我不就是随便问问吗？再见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跟女朋友约会吗？我就不信我朝夕相处，还不能日久生情了。这一段时间来，我都没有见过雷雷的爸爸来看看她。其实，我和雷雷的爸爸早就离婚了。这说来话长啊。以前我是歌手，还小有名气呢。后来就认识了雷雷他爸爸，我们就结了婚，生下了雷雷。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吧，我就把自己的所有重心都放到家庭身上，就慢慢的放弃了自己的理想。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蕾蕾才6个月大的时候，她爸爸就跟别的女人好上了。他不要这个家，不要孩子，就带着那女人走了。你想想看，一个女人失去了事业，失去了婚姻，带着一个1岁不到的孩子，她是怎么过来的？蕾蕾1岁的时候吧，特别爱生病。那个时候她一生病，我就特别紧张。她一生病，我就整宿睡不着。我必须要眼睁睁地看着她，我怕她死了呀。要是她也抛弃我的话，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可以留恋的了。后来，蕾蕾1岁的时候，身体就